整整1年8个版本，这个男人他终于复刻了。你知道我等的有多辛苦吗？你知道没有万叶的痛吗？之前的攻略里有很多的配对我都没法细讲，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男人。收到万叶之后，抱着激动的心情研究了2天，直接刷新了我对分系的扩散和染色的认知，导致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睡觉的时候也在思考如何组织语言把扩散和染色给说明白。实际上万叶的技能并不复杂，无论是普攻、战技还是大招，都只对万叶能造成的伤害高低有影响。复杂的是什么？复杂的是扩散反应以及染色。所以本期视频我会主要对这2点进行着重的讲解。首先是万叶的天赋加点，说实话，如果你不需要万叶技能的那点输出，极端一点是可以都不用点的。从一开始万叶的辅助能力就已经全部解锁了，而且万叶的主要伤害来源也是扩散反应造成的伤害，扩散反应又只吃精通和角色等级，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万叶的等级给拉上去，拉满90级最好。当然其实也没必要那么极端，点还是要点的。主大招副战技吧，普攻倒是可以选择不点，不过万叶的元素战技的下路攻击的那一下吃的是下路攻击的倍率，所以你要是愿意也可以点。万叶的普通攻击实战一般用不到，第5段的第3段伤害看起来万叶是消失了，但并不是无敌的，还是会吃到伤害，主要还是这个下路攻击。这点我们放到战绩里来讲，万叶的元素战绩分为长短按，短按3颗球弱风附着，长按4颗球强风附着。至于强弱风的影响后面会提到，这里先不做解释。短按的狙怪范围比长按要小，小了差不多整整1倍，削人的能力也是长按会更加出色，主要体现在部分人形怪上。点按的优势在于空中也可以释放，利用这点我们可以做出一些有趣的应用，比如爬山时可以利用点按提升爬坡高度，并且恢复体力。没错，在点按过程中我们是可以恢复体力的。第2点就是跳加点按，在爬一些高度不高的墙体时还是非常实用的。第3点也可以利用钟离的柱子加温里的风场，最后再来个万叶的元素战技，达到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万叶的元素战技分为2个部分，起跳以及下路攻击，其中只有起跳的伤害是元素战技伤害，可以铲球和触发祭礼剑，而下路攻击并不是元素战技伤害，所以是不能触发祭礼效果的。因元素战技而产生的下路攻击是分伤，因为普攻和战技是不雇用附着 CD 的，所以万叶的下路攻击也同样可以造成扩散。也就是说，万叶的1次元素战技是可以造成2次扩散的，起跳的分伤1次，下路攻击的分伤1次。在战技起跳的过程中，若是接触到了其他元素，那么该下路攻击是会发生元素转化的，即染色，会附加额外的元素转化伤害。比如说在起跳过程中，万叶的战技范围内接触到了火元素，那么我们就能在万叶的腰部周围看到环绕着红色火焰的特效，这就证明已经发生了火元素转化。如果是水，那就是蓝色的水丸特效，雷就是紫色，冰就是浅蓝色。此时打出下路攻击，除了原本的分伤之外，还会额外附加一段对应的元素转化伤害。这里的下路攻击的分伤是弱风附着，对应的元素转化伤害也是弱元素。注意这里的伤害先后顺序是先有元素转化的伤害，后有下路攻击的分伤的。如何证明呢？我们可以先利用班尼特给自己挂火，然后用水消除掉怪身上的火元素，切万叶使用元素战技并打出下路攻击。由于角色自身不会成为扩散目标，所以在起跳时并不会有火扩散反应发生，又因为班尼特大招会给角色上火，所以此时的下路攻击燃的是火。在下路攻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打出了3种伤害数字，分别是分伤以及2次的火伤，其中这个火伤数字又是火扩散的伤害，分伤是下路攻击的伤害，剩余的这个火伤就只能是染色的伤害了。此时我们打开万叶的面板，可以发现火伤变成了 53.3%， 其中的 15% 是班尼特大招的火伤加成，说明是成功触发了火扩散反应的。又因为在下路攻击前怪身上是没有元素附着的，所以答案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染色的伤害是先于下路攻击的分伤的。染色给怪上了火附着，下路攻击的分伤又扩散了该附着，完成了1次火扩散反应。这点在万叶打双扩散时是至关重要的，需要着重注意。在下路攻击完成之后，万叶会在地面创造一个风场，持续牵引周围的敌人以及物品，像是一些战利品我们都是可以吸取的。但若是我们不进行下路攻击呢，那么是不会形成这个风场的。关于万叶的元素战技的基本机制呢，就是这样。接下来我来问大家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水面上存在我和讨债人，此时讨债人用了他的残影，然后紧接着我用万叶释放了元素战技，并打出了下路攻击。请问该次战技减了怪的什么元素抗性？真的是什么伤？
下路攻击染的是什么色？第二个问题，面对小宝，我先用班尼特打出了大招，然后利用公子的战绩消除了火附着，并施加了水元素。此时我切出万叶长按元素战绩，并打出了下路攻击。请问该次战绩减了怪的什么元素抗性？增的是什么伤？下路攻击染的是什么色？第三个问题，此时场上同时存在2只龙息，我先用班尼特战绩点按给其中一只龙息上了火，然后再开启公子的战绩给另一只上了水。此时切出万叶长按元素战绩，并打出下路攻击。请问该次战绩减了怪的什么元素抗性？增的是什么伤？下路攻击染的是什么色？以及结束时2只龙息各自的元素附着情况。如果你觉得你完全知道这3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接下来内容就可以不用看了，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部分。但若是答案和你想的有出入，还请耐心看完接下来的内容。想要弄明白这3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减抗是因为什么，增伤又是因为什么。减抗是4分套的效果，根据扩散的元素类型降低受到影响的敌人40%的对应元素抗性。注意这里的字眼，受到影响的敌人，这点很重要。重要在哪？重要在你怎么去理解受到影响，这点会在后面再提到。增伤是万叶的固有天赋效果，万叶触发扩散反应之后，会根据万叶的元素精通，为全队角色提供0.04%的对应元素伤害加成。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不同元素加成可以共存。注意这里的前提是万叶触发了扩散反应之后，可以发现减抗和增伤都是离不开扩散反应的。那么什么是扩散反应呢？就是分元素接触到了其他元素时产生的反应。比如说我用分攻击了火附着的丘丘人，此时丘丘人会受到分攻击的分伤，以及扩散反应带来的一次额外火伤，也就是火扩散伤害。需要注意，该火扩散伤害对扩散目标本身是没有附着效果的，但是对于扩散目标以外的怪来说是存在附着效果的。所以单个敌人的情况下，扩散反应会消耗掉目标身上的元素附着，也就是减弱。用弱风扩散弱雷，雷元素会加速消失；用强风扩散弱雷，雷元素则会直接消失。这是因为风炎元素是弱于同级的其他元素的，所以需要强元素才能反映掉弱元素。但这点对于扩散反应来说，只在单个敌人时成立。当存在多个目标时，比如说2个，扩散反应会减弱原有目标身上的元素附着，但是却会增加另一个目标身上的元素附着。比如说一个球球人头上有雷，一个没有雷，那么此时我们用弱风扩散头上有雷的这个，2个球球人都会受到雷扩散的伤害，但对于原有目标而言，雷元素是减弱了的，而对于另一个球球人来说，这却是无中生有，这就是简单的扩散反应。这里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分套里的受扩散影响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只有原本就存在元素附着的敌人被分元素伤害攻击了才叫受到扩散影响，即便本身没有元素附着，被扩散伤害波及到了，同样也是受到了扩散影响的。所以这2个球球人都是会有减雷抗的效果的。那么为什么2者受到的雷扩散伤害不一样呢？这是因为结算顺序的问题。对于扩散目标而言，是先减抗再有扩散伤害的，而对于受到雷扩散伤害的目标而言，是先有扩散伤害再有减抗效果的，所以受到的雷伤看起来会一个高一个低。此时我们再用雷元素攻击，是可以发现2者受到的伤害是一样的，证明都是减了雷抗的。根据上面这点，我们可以简单推测出，当2个球球人头上都有雷元素时，我们同时用分元素攻击他们，会发现2个球球人头上的雷元素均不会消失，会形成某种意义上的永动机，这是因为他们相互在进行第一点里的内容。到这还没完，扩散反应还有另一个作用，增幅作用，也就是增加被扩散元素的附着量。例如我们用弱风去扩散弱雷，那么扩散出去的弱雷会变成强雷，原本只能打1次超载的弱雷，现在可以打出2次超载。此时如果我们再把弱风换成强风，那么在强风的作用下，这个增幅作用就会更加明显，弱雷会进化成超强雷，我们可以打出3次的超载。关于这点最简单的应用就是蓝水扩冰，之后会细讲。当然多个敌人头上不可能只有一种元素，可能雷火都有，那么此时同时扩散它们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强雷和强火，我们用强风去扩散，我们会发现2个敌人除了会受到雷扩散和火扩散的伤害之外，都会发生超载反应。这是因为强风并不能完全消除强雷强火，怪物头上剩余的元素量会与被扩散出去的雷元素或火元素进行反应，而且很神奇的是，被扩散出去的元素若是发生了反应，是会再吃1次角色的精通加成的。但假如我们把强雷强火
变成落雷落火，再用强风去扩散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超载反应的伤害了，仅会有雷扩散和火扩散的伤害。因为强风会消除掉弱元素，因此两个球球人头上原本的元素附着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方的元素附着，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元素互换。而扩散伤害对自身是不会有附着效果的，所以火扩散伤害和雷扩散伤害之间并不会发生反应，因为其中各有一种扩散伤害是从自身扩散出去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呢？同样，这里的两只球球人也都是会受到风套的雷火双减抗的，因为他们都受到了雷扩散和火扩散的影响。虽然本身的元素附着是单一的，但都被各自的扩散伤害波及到了，所以也符合风套里的受到影响的定义。最后再提一小点，扩散是有范围的，这个范围和你的攻击范围无关，不论你的攻击范围有多大，扩散的范围都是以敌人自身为中心的周围一圈，所以若是敌人之间的间隔太远，那么就无法做到双减抗的效果了，这点需要着重注意。关于扩散反应就暂且说到这里吧。除此之外，还有弱元素和强元素的情况，特殊的水元素的情况，还有像是3个目标以上的多元素扩散，讲起来过于复杂且应用不多，真要细讲的话不如单独出一篇攻略。想要理解万叶的话，目前知道以上几点就足够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染色要稍微好理解一点。什么是染色？染色是分析角色独有的机制，比如说分组的龙卷风、砂糖的大金蝶、温妮的风眼都有染色这个机制。染色需要接触才能发生，这是前提，而接触是需要载体的。这个载体通常来说是敌人，也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是火把。比如说我们在过万叶传说任务时，敌人身上明明没有火附着，万叶却发生了火元素转化，就是因为场地周围有火把。也可以是场地环境，例如水面，像是这里即便没有敌人和角色，温妮大招也能发生元素转化，就是因为接触到了水这个载体。当然也可以是烈焰花、敌人的盾牌、武器什么的。而像是角色的元素伤害攻击，又或是水母、泡影、冰莲什么的，都是不能作为载体的。你可能会说，我星海放水母的时候是可以染色的啊，那是因为星海在释放水母的瞬间会给自己施加水元素附着，此时产生了角色这个载体，所以可以发生染色。假如我们先放水母再放万叶达，你就会发现无法染色了。行秋、芭芭拉同理，同样班尼特的大招也可以给角色施加火附着，而且是持续性的，所以可以很容易的创造出一个载体。其实扩散反应同样是需要载体的，而且和染色的载体基本一致，但扩散反应通常是扩散不了自己的，也就是没有角色这个载体的。目前只有前的大招是可以扩散自己身上的元素的，当然是不会触发分套的减抗的啊，减自己的抗那还得了，但可以减怪物的。你可能会说，那我用万叶在水面怎么凭空打出了水伤啊？那是染色，扩散和染色完全是两种东西，千万不要混为一谈。染色不管你扩不扩散，只要发生了接触就会产生的。以上是单个载体的情况，实战中我们通常会存在多个载体，那么此时会根据优先级来判断染什么色。除了分组之外，染色的优先级都是火、水、雷、冰，也就是说，假如染色范围内同时存在这4种元素，那么一定是蓝火。分组比较特殊，优先级是冰、火、水、雷，当然是存在即便有火元素也会染水元素的情况的。这是因为染色是有范围和生效时间的，比如说温迪的范围就是以分眼中心周围一小圈以外的地方，即便能牵引怪也不会判定染色。而分眼的染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判定的，是从第4次分伤开始才判定的。砂糖的大招也同理，染色范围是大金蝶的范围，判定的时间是从金蝶第1次伤害出来之后。万叶的染色就很好理解，不论是战绩还是大招，判定的范围都是全覆盖的，有牵引的地方就可以判定染色。染色的判定时间就是技能释放之后。最后一点，染色是附加伤害，并不是说它真的把原本的分元素伤害转化成了别的元素伤害，只不过是额外附加了一段元素伤害而已。因为光看字面意思确实容易让人这么理解，所以提嘴。那么关于扩散和染色的基本原理就算是讲完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相信你们会有更好的理解了。先回顾一下第一个问题，在水面上存在我和讨债人，此时讨债人用了他的残影，然后紧接着我用万叶释放了元素战技，并打出了下流攻击。请问减的是什么元素抗性，增的是什么伤？下流攻击染的是什么色？答案是减的是水抗和火抗，增的是水伤，染的是火。先说为什么染的是火吧。首先，场上存在的载体是水面、我、讨债人以及讨债人的残影。这个残影是由火元素创造的，
就像是场地里的火把一样，虽然我和讨债人以及场地都存在水附着，但因为蓝色优先级火水雷兵，所以蓝的是火。我猜你们都懂，就是这个残影不知道，这就是上学和工作的区别啊。减火抗证明起来也很简单，在扩散前，拜尼特点爱伤害是2621，而在扩散后，拜尼特点爱伤害变成了4718，说明减了火抗。至于增伤，则直接打开万叶的面板确认即可，只有水增伤。问题来了，既然有火元素存在，而且减了火抗，为什么没有增加火伤呢？这就涉及到分套减抗和万叶增伤的区别了。我们先来完整的分析一遍整个流程。在起跳过程中，万叶完成了对讨债人的水扩散，说明减了水抗，并且这里确确实实是有蒸发的字样出现的，说明我们是完成了对残影的火扩散的。下路攻击时，万叶虽然染了火，但是由于场地的水附着很强，火无法消除水，所以下路攻击扩散的依旧是讨债人身上的水。其实这么理了一遍过后，答案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残影的火扩散减了讨债人的火抗，但又为什么没有火增伤呢？首先像是火把、场地、烈焰花这些载体来说，我们对它们使用风元素是无法达成万叶的增伤的，也就是说对于万叶来讲，这个扩散反应是判定为不成立的。但是对于分套来说，讨债人确确实实是受到了火扩散的影响的，所以是减了火抗的。这次我们把残影换成火堆，先用班尼特攻击丘人，伤害是2548，然后等待丘人的火附着消失，切万叶使用元素战戟将火堆里的火扩散给丘人，打开万叶的面板，依旧没有火增伤，用班尼特攻击丘人，伤害变成了3256，说明是有火减抗的。现在你搞懂了吗？万叶的增伤想要成立，必须是敌人身上的扩散反应才可以，而分套则不一定。第二个问题，面对小宝，我先用班尼特打出了大招，然后利用公子的战绩消除了火附着，并施加了水元素。此时我切出万叶长按元素战绩，并打出了下路攻击。请问减的是什么元素抗性？增的是什么伤？下路攻击染的是什么色？答案是减的是水火双抗，增的是水火双伤，染的是火。为什么？首先染色很简单，虽然敌人身上是水附着，但由于班尼特大招的存在，角色身上是火附着，且没有其他载体，根据染色优先级很容易判断出来是蓝火。至于减抗，首先班尼特大招挂强火，但是被公子的战绩开启瞬间的强水抹除了，后手元素反应不残留，所以之后我再用公子普攻，上的只是落水。此时我切万叶长按，强风会消除掉落水，这里触发了水扩散，且小宝身上此时无元素残留。然后我再用万叶打出下路攻击，由于下路攻击染的是火，且染色伤害要先一步下路攻击的分伤，所以根据先后顺序，小宝会先被染色伤害挂火，然后被分打出火扩散，至此水火双扩散就完成了，这也是万叶独有的双扩散手法。假如我们把长按换成点按，那么点按的落风就无法消除掉落水了，下路攻击的火伤也会与残留的水元素发生反应，水克制火，且后手元素不残留，所以当分伤生效时，小宝身上将无元素残留，结果就是火扩散失败。所以长按的强风是关键，也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前面的扩散理论你没有好好听。当然实战中的水火双扩散并不是我这么操作的，我只是为了出题迷惑你们。实战可以进一步简化，公子开一挂强水，然后扮演的开大，由于水克制火，强水遇强火仍会有落水元素残留，此时我们直接切万叶长按战绩，然后下路攻击即可打出水火双扩散，这就是万叶最简单的双扩散手法了。怎么说？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每一步都暗藏玄机。万叶这个角色的操作真的很有意思。第三个问题，场上同时存在两只龙息，我先用班尼特战绩点按给其中一只龙息上了火，再开启公子的战绩给另一只上了水，此时切出万叶长按元素战绩并打出下路攻击，请问减的是什么元素抗性？增的是什么伤？下路攻击染的是什么色？以及结束时两只龙息各自的元素附着情况？答案是两只龙息都减了水火双抗，增了水火双伤，染的是火。结束时两只龙息均是火元素附着。首先蓝火很简单，就不讲了，见水火双抗和加水火双伤也很好理解，一只是水，一只是火，水扩散和火扩散都触发了，所以加伤没问题。然后两只龙息之间的距离离得也不远，除了本身各自的水扩散和火扩散伤害以外，还受到了对方带来的水扩散或火扩散伤害的影响，所以都减了水火双抗。问题在于最后的附着。首先班尼特点按是强火，公子开启战绩瞬间是强水，而万叶的长按是强风，所以两只龙息各自的强附着会因强风而削弱成弱附着，又因为强风在多敌人时的增幅效果，扩散出去的元素是会变强的，所以弱火会与强水反应，而弱水会和强火反应。
后水元素不残留，水克制火，所以万叶长寒丸后的第一段两只勇息均是没有附着的。但是别忘了万叶的下路攻击是会燃火的，所以无附着接触到火附着，最后自然会是火附着。懂了这3个问题，那么扩散和染色的基本机制你也就没有问题了。接下来是万叶大招，万叶大招开启时会造成一次强风，之后会有5段伤害，每段都是弱风，且都能造成扩散，所以万叶大招开启后在后台时也是能持续刷新增伤的天赋效果的。没错，万叶的增伤在后台也是可以触发的，所以万叶的增伤在配合上大招的情况下是可以持续18秒左右的时间的，但是触发不了分套的效果的，因为分套是需要角色战场触发扩散才行。万叶大招同样可以染色，染色的判定范围就是整个大招的圈内，判定时机就是大招释放之后，不像温迪和砂糖判定范围小，且判定时机之后，所以想要控制万叶大招的染色还是非常方便的。万叶大招在染色成功后，同样会对敌人造成3种伤害：染色伤害、分伤以及扩散伤害。首先扩散伤害肯定是最后出现的，问题就是染色伤害和分伤谁先谁后。和战绩不同，这里的分伤会优先于染色伤害。举个简单的例子，这里我给怪上了落雷，然后用万叶大招染雷。由于万叶大招起手是强风，会消除掉落雷元素，所以此时怪头上是没有元素附着的。而在万叶大招后续第一段伤害出来的时候，可以发现只有2种伤害数字，分伤和染色伤害，并没有扩散的伤害。这说明分伤是限于染色伤害的，不然的话这里应该有3段伤害才对，能反应过来吗？之后的第2段伤害出现了雷扩散的伤害，是因为第一段的染色伤害给怪施加了雷附着。依据这一点呢，我们就只需要考虑怪头上是什么元素，即可保证万叶的增伤是什么类型的了，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一定是分伤先触发嘛。比如说在万打中，我们只要保证怪头上一直是水元素，那么就能保证大招是水扩散，管它是火龙卷还是水龙卷，一定是在给公子水增伤。为什么不考虑火扩散？因为香菱不管啊，他锁面板啊，只要香菱开大的时候能知道全部加成即可。而且如果是火扩散，就证明怪的头上是火，你公子没有压住火，香菱打不了蒸发，所以必须是水扩散。万叶单一个大招其实也可以打出双扩散的操作的，这是得益于其每次分伤都可以触发扩散。一就是公子开翼，战绩挂强水，然后扮演的开大。接下来切万叶开启大招，由于大招启动时是强风，所以可以消除掉怪头上的落水，此时怪头上无元素残留。又因扮演特大招会给万叶上火，根据火水雷兵的优先级，万叶大招会燃火。这时候我们只需战场等待大招后续第2段伤害出来即可。为什么是第2段？这个原因前面刚刚讲过，不懂的建议好好反思。不过呢，战场等实在是太蠢了，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万叶打个元素战绩，长短按都行，加速双扩散的进程。结合之前的战绩双扩散手法，这就是万打里最常用的2种燃火龙卷的双扩散思路了。当然这是对单时的思路，对群时的思路会更简单一些，只要给其中一个敌人上水，一个敌人上火，保证这些敌人都在技能范围内，离得不是很远，那么万叶就可以直接战绩或大招达成双减抗和双增伤，扩散反应的基本原理。这种手法对于其他分析角色来说也同样是适用的，当然也很可能有敌人会吃不到某种减抗，也是很正常的。万叶大招的蓝水扩兵操作，当场上存在多个敌人时，我们只要给多数敌人上兵，并保证场上有一个水载体即可。然后万叶开启大招，由于染色优先级一定是蓝水，而又由于场上的冰元素量会更多，所以水龙卷完成之后，分伤仪就会不停的扩散冰元素。多敌人时扩散同种元素，该元素会增强，所以此时就会发生很神奇的现象，水龙卷会一直上水，而大招却一直在扩散冰元素，敌人一直被冻结。该手法在永动队缺少上水手段时是非常好用的。染什么扩什么这种操作的基本原理，其实就是利用了染色优先级以及多敌人扩散时扩散会增强元素的原理。我们只需保证场上多数敌人附着的是我们想扩的元素，然后场上有一个我们想染的载体即可，这时候直接开大就可以完成染什么扩什么的操作。但我们也得考虑元素间的克制关系，因为同样是火优先级大于冰，但由于火克制冰，我们是很难打出蓝火扩冰这种操作的。怪头上的冰元素在被扩散增强前就很有可能会被火元素给消除掉，除非冰元素早已被扩得很强了，
相反，蓝火克水就很容易做到，因为正好相反，水克制火，火元素很难消除掉水元素，基本是非常稳定的。同理，蓝火克雷、蓝水克雷等操作同样可以做到。火雷、水雷和水冰都属于同级元素，就不一一演示说明了。这种操作还是很帅的，只是目前实战价值一般，只在对群时可用，对单时是做不到的。那么关于万叶大招就差不多讲完了。圣遗物方面，认准四风、金金金、冲金金也行，看队伍选择。有些队伍里的万叶就基本不太需要大招的，比如说神鹤万星，我们就没必要堆充能。有些队伍就比较吃万叶大招，那就可以堆一堆充能，160的充能差不多就够用了。武器5星仓谷，4星铁锋刺，充能武器依旧是看队伍选择，可以用基里剑，也可以用西风。队伍搭配，万叶的队伍搭配只能说不要太多，万达国际、雷9万般、神鹤万星、夜宵万般、干香万般、克9万般，总之认准万般就完事了。由于篇幅原因，我们只讲前面3种。关于万达国际，其实前面的内容里我都讲的差不多了，补充一下水龙卷的操作手法吧。公子直接开启战技上抢水，这里选择蓄力剑上水也可以，然后切万叶开大蓝水龙卷，再切班尼特 QE 逆转为火附着，然后立马切万叶长按战技并下入攻击，然后切香菱 QE 开大，切公子远程大，然后开启战技近战上水。这里选择远程大是为了防止大招吃不到蒸发，这里如果是选择近战大，必须得拉开距离，不能让战技开启时的抢水打到怪。而且远程大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操作时间短，此时选择近战大就很有可能会吃不到一开始的水井抗了。问题来了，蓝水龙卷有没有可能会让万叶扩不到火呢？我的答案是会的，这里我录了很多次，10次里面有9次都没扩到火。只要你像我一样手速不够快，那就很有可能是扩不到火的。我的建议是在万叶使用战技前先 A 敌人一下，利用班尼特大招的火附魔先挂1次火，这样就基本可以保证扩到火了。当然班尼特没有点6命的话就不行了。相比火龙卷，水龙卷的操作更复杂，伤害的上限也是不如火龙卷的，但能够保证完全压制住相邻的火，所以只能说是看个人喜好了。关于万达国际有几个注意点，第一点就是需要保证万叶大招期间一直扩的是水。前面已经说了，由于大招的伤害和蓝色伤害的判定先后顺序，保证这点我们只需做到怪头上一直是水附着即可。第二，一定要保证公子大招可以吃到蒸发和减抗，公子大招在万达里的输出占比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需要注意。最后就是保证队伍充能循环的问题了，这点对万达来说真的很重要，不能循环的万达只有痛苦。雷9万般纯雷伤队，所以操作手法上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万叶能扩到雷即可。雷神新手 E 接万叶 QE， 直接 E 或者直接 Q 都行，问题不大。然后切班尼特开大，切9条 EQ， 最后切雷神开大砍即可。这套阵容对万叶的充能是没有需求的，而且由于雷神本身有回能效果，整体来说这套阵容也并不缺充能，前提是雷神大招能砍完的话，灵敏雷神也是能玩的，我的就是灵敏，其他纯色队的手法都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大差不差的。神鹤万星这套阵容里的万叶几乎是不需要大招的，因为出上来的快，而且星海的水也足够多，也不需要蓝水。操作手法：神鹤 EQ 起手，接万叶 E， 接星海闪避开 E， 最后切神力遁地 EQ。然后这时候神鹤的战绩转好了，再切神鹤 E， 再切万叶 E。此时不要下路攻击，因为下路攻击属于重攻击，会碎兵。然后再切星海开大补水，再切灵华战场输出即可。然后申鹤和灵华的大招就都好了，再重复上面的流程即可。万叶看情况放大即可，不是说真的就不放了。手法是理想化的，但敌人是多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变通。这套阵容里，我们需要堆叠充能的角色是灵华和申鹤，特别是申鹤，因为一直处于后台，充能是很吃紧的，180以上是最好的。至于灵华，则需要130充能以上。如果带的是天幕，则不太需要特意去堆充能。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星海释放战技的时候，最好冲刺远离敌人再放，不然战技的起手是特别容易让怪给打断的，真的特别容易被打断。我对此经验很丰富，所以一定要远离怪再释放元素战技。总之，关于配对就是这样了。未来的草系反应，不知道对现有体系会有多大的冲击，但就当前版本来说，我是推荐每个人都去抽一个万叶的，只要你有能力的话。万叶有无敌的小技能狙怪，操作更简单的双扩散，更好的操作手感以及各种新玩法，非常推荐。那么以上就是关于万叶的全部内容了，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写过最长的攻略了，机制真的挺复杂的，对我来说也算是对分析的一次全新认知吧。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真的不给个3连吗？点个赞也行啊。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